从参议院选举结果来看呢，修宪势力已经成功获得了国会提议修宪所需的2/3以上的议席。那岸田文雄呢也表示将尽快的推动修宪的议程。那么日本这个修宪啊，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自民党改革呢提案的4个项目，那有很多观察都认为呢，即使在修宪派内部啊，这个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也是存在分歧的，最终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次的选举结果不会马上意味着日本走向修宪，走向大规模的扩军。2016年呢，日本有过一次，当时自民党的席位在参众两院都过了2/3，但是他没有走向修宪。回过头说呢，那个时候特朗普上台了，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国内的经济呢发生各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的首相安倍呢，虽然他是改选的修宪的急先锋，但是仍然不得不关心一些现实的问题。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日本社会呢，它面临的问题不少，尤其是这个经济的徘徊，物价的飞速上涨，这个日本社会呢感到一种这个对现实的一种不安。岸田首相呢，他总的来说是一个比较搞平衡的，对于社会的这些问题，他不可能漠视着之，马上着手修宪。我觉得呢，年内呢，岸田呢，总的来说会接过修宪的这个口号，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不大。修宪不是这次选举的重要内容，这次选举主要谈的是通胀问题，谈的是薪水问题，谈的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修宪在今天的日本不具有非常现实紧迫的意义，即便是在国会上通过了修宪的相关的决定，那么让日本民众出来投票，说大家同意一块修改宪法，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这个在今天的日本，在今后3到5年的日本做起来会非常的困难。而如果修宪成功的话，那么日本将会有这样几个变化：一是日本自卫队由自卫队变成正规军。按照现在自民党的节奏，日本的军费将增加到世界第3位，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加强军力。这将导致日本在东海、钓鱼岛、台湾海峡更加倾向于用武力来解决争端。如果修宪成功的话，那么岸田将是自民党有史以来的一大功臣，这就为他开辟了未来长期执政的一条坦途。不少舆论都担心呢，安倍去世之后，他掌舵的这个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会发生分裂。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吗？如果要是分裂的话，这些人会流向哪里？岸田内阁为前首相安倍受勋位，积极推进修宪，实现安倍的夙愿，有利于拉拢吸收安倍派的成员，有利于打造岸田派成为党内的第1大派。派系之间的竞争和重组是不可避免的，但重组之后，自民党还是自民党，而且不会造成党内的分裂。陈先生，您觉得岸田文雄会在多大程度上继承安倍的想法？这个安倍和岸田的比较大的区别是，一个呢，在政治上边要特别表现自己具有独到的特点，这是安倍；另外一个呢，是要在经济上表现自己有很好的经济政策，这就是岸田。因为安倍他被杀，所以呢，岸田有了一个按自己的意愿去执行一套比较好的这种经济政策的这么一个机会。同时我们看到岸田和安倍最大的不同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一定程度要显示出和安倍比较接近，也说一些亲台湾的话。那么当今天安倍不在了以后，还有没有这样表现，有没有这个必要，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岸田原本不是安倍派首相选举的第1人选，所以岸田与安倍的关系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紧密。但是岸田在做出重大决定时，
基本都会事先听取安倍的意见，除了不赞同安倍的核共享观点之外，安倍的核共享会被岸田贴上封条。年底公布的战略文件也会添加岸田政府与七国集团和北约加强合作的新内容。